血脉与炮火，欧洲祖母的皇室之网为何挡不住世界大战的爆发？欢迎光临深邃视野，我是您的时间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过德意志的千年统一之路，谈过英法残酷的100年战争，也拆解过欧洲6大语言背后的权力游戏。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张横跨整个欧洲的血缘网络，那张由维多利亚女王的9个子女、42个孙辈、87个曾孙辈编织而成的王室蜘蛛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国王 George 5世、德国皇帝威廉2世、俄国沙皇 Nicholas 2世这3个站在对立阵营的君主，分别是维多利亚的孙子、外孙和外孙女婿。他们私下里用英语通信，互称乔治、威利和尼基，仿佛一场家族聚会。不过，正是他们之间的血缘纽带，没有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反而让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家族内战。今天，我们要从一场婚礼开始，一步步走进那个被血缘、权谋、血友病和民族仇恨缠绕的时代，最终抵达萨拉热窝的枪声。这趟旅程的终点，我们将回答一个困扰历史学家100年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祖母的皇室血脉之网却无法阻止人类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站，一场改变世界的婚礼。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于1819年5月24日，她的父亲肯特公爵是乔治3世的第4子，在她只有8个月大时便去世了。维多利亚的成长被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和她的情夫兼顾问约翰·康罗伊严格控制，她几乎与外界隔绝，为的是让她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登基后更容易被控制。这段时期史称肯辛顿体系。其实，维多利亚登上王位是一段阴差阳错的奇迹，它源于7个继承人的离奇离世。维多利亚成为女王的几率本应接近于0。她的父亲肯特公爵只是乔治3世的第4个儿子，当维多利亚出生时，排在他前面的继承人有整整7位。但在他出生前后，这7位继承人一个接一个的离世，乔治4世没有合法继承人，他的独生女在生产时就不幸夭折了。弗里德里克公爵、威廉4世的合法子女也相继离世。到维多利亚18岁时，挡在他前面的所有成年继承人都消失殆尽。英国王室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男性继承人断绝事件又一次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发生是否存在某种上天的安排，不知道是否有学者深入研究过。总之，王冠意外地落到了维多利亚的头上。讽刺的是，如果这7个人中有一个活下来，维多利亚的一生可能只会是一位无人问津的边缘公主，也就不会有铸就了英国历史巅峰的维多利亚时代和后来的欧洲祖母以及她用血脉织就的皇室血缘之网。命运的安排有时候比戏剧更加离奇。不过1837年6月20日，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登基后，立刻展现出了惊人的独立意志。他摆脱了母亲和他的宠臣康罗伊的控制，而他的第一位首相辉格党领袖墨尔本勋爵成了他最信任的导师。此时，欧洲王室圈中有一个精于谋划的家族——萨克森科堡戈达家族。这个家族以用婚姻征服欧洲著称，科堡的王子们基因强大、帅气和才华逼人，被派往欧洲各国迎娶公主或继承王位。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后来成为比利时国王，就是这一策略的高手。利奥波德早就打算将自己的外甥阿尔伯特，也是维多利亚的表弟，安排为女王的丈夫，他们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维多利亚第一次见到阿尔伯特时只有16岁，那是在1836年的一次宫廷宴会上，17岁的阿尔伯特和哥哥一起来到英国。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他非常英俊，他的头发和我的头发颜色差不多，他的眼睛又大又蓝，他还详细记录了对方的身材，宽肩细腰。不过仅仅1年后，维多利亚的态度却突然冷淡下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对婚姻十分反感。阿尔伯特也认为维多利亚太冷漠、太顽固、不忍耐。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几乎以失败。转折发生在1839年10月，阿尔伯特第2次来访时，维多利亚再一次对英俊的日耳曼帅哥坠入爱河。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听到他上楼梯的声音，看到英俊的阿尔伯特，我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次，女王的防线彻底崩塌。她在阿尔伯特只抵达温莎5天之后，就主动向他求婚，这在当时是反传统的，因为通常由男性求婚，但作为女王，她必须掌握主动权。订婚那天，阿尔伯特写信给维多利亚，我怎么会得到如此多的爱和如此之多的感情？我无法适应所见所闻的全部现实，需相信天堂已经送给我一个天使，他的光辉将照亮我的生活。婚礼于1840年2月10日在圣詹姆斯宫的皇家教堂举行。
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我最亲爱、最亲爱、最亲爱的阿尔伯特，他给了我无与伦比的爱和幸福。这样的爱，这样的幸福，我以前做梦都没有梦到过。他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我们不断地拥吻，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举办婚礼的君主。在此之前，王室婚礼都是在私人小教堂里闭门举行，通常还是在晚上。维多利亚决定打破传统，她穿着白色婚纱，带着12位同样穿白裙的伴娘，乘坐马车从白金汉宫一路巡游到圣詹姆斯宫，沿途允许民众围观庆祝。她还拒绝了传统的新娘王冠，改戴了一顶橙花花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君主选择步行上街举办婚礼。在此之前，王室婚礼都是私密的晚宴，而维多利亚改变了这一切，她把王室婚礼变成了公共节日和现代媒体狂欢。白色婚纱也在她的婚礼后迅速风靡全球，直到今天仍是无数新娘的首选。这一传统更是在140年后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世纪童话婚礼中推向了高峰。但婚后的蜜月并没有想象中浪漫。阿尔伯特亲王请求延长蜜月时间，维多利亚回答说：“最亲爱的，你可别忘了，我是一国之君，国家事务一天都不能停啊。”婚后，阿尔伯特的地位问题立刻引发争议。按照英国传统，女王的丈夫没有自动获得任何政治权利，议会一度拒绝授予他国王配偶或任何实质性的头衔。维多利亚为此大发雷霆，她坚持让丈夫成为她的私人秘书和首席顾问。经过数年斗争，阿尔伯特逐渐获得了信任，并实际上扮演了无冕国王的角色。他改组了王室财政，主持了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策划，还担任了许多科学和艺术机构的赞助人。但直到1857年，结婚17年后，他才被正式授予亲王头衔。第二站，9个子女与欧洲祖母的血缘网。阿尔伯特亲王在婚后不久就制定了一套深远的外交策略，通过子女的跨国联姻，为大英帝国铺设一条和平之路。在当时的欧洲，王室联姻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国家外交的核心工具。一个公主嫁到另一个国家，她就是那个国家的王后或大公夫人，她的孩子就是未来的君主，她的血脉就是一条隐形的外交纽带。这里有一个被许多历史书忽略的王室秘闻：维多利亚其实厌恶小孩，痛恨生育。她曾直言自己觉得婴儿丑陋、吵闹，甚至觉得分娩是一场羞辱。但阿尔伯特却反过来天天劝说她多生孩子。他坚信，只有把维多利亚的女王血脉散布到整个欧洲，英国才能真正获得安全和永久的和平。他每次和维多利亚促膝长谈，描绘欧洲王室皆为女王子孙的美好蓝图时，都在慢慢说服她放弃厌恶，将家庭利益置于英国利益之上。尽管内心抗拒，维多利亚还是没抵挡住丈夫的花言巧语。出于对阿尔伯特的爱意，她在17年间接连生下了9个孩子。她的9个孩子，4个儿子，5个女儿。从他们出生开始，阿尔伯特就在地图上为他们寻找未来的岗位，哪个女儿嫁给哪个王室，哪个儿子与哪位公主订婚，都经过精心设计。维多利亚虽然每次在女儿出嫁时哭得死去活来，但她从没怀疑过丈夫的联姻计划。她用眼泪送走女儿，用血脉绑住欧洲。阿尔伯特像下棋一样部署他的子女。维多利亚大公主维基被许配德国皇储腓特烈威廉，旨在通过联姻将英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注入普鲁士，并拉拢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国家。维基是阿尔伯特最喜欢的女儿，聪明绝顶，曾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威廉2世。爱德华7世伯蒂作为王储留在英国。爱丽丝公主嫁给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她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后来成为俄国沙皇尼古拉2世的皇后。阿尔弗雷德王子成为了爱丁堡公爵，后来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大公国。他的女儿玛利亚嫁给了罗马尼亚国王斐迪南1世。阿瑟王子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了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6世阿道夫。利奥波德王子患有血友病，他的儿子卡尔·爱德华后来继承了萨克森科堡哥大公爵，并在一战中站到了德国一边。比阿特丽斯公主的女儿维多利亚·尤金尼亚嫁给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13世。阿尔伯特的设计在理论上完美无缺，英国、德国、俄国、罗马尼亚、瑞典、西班牙，几乎整个欧洲的君主都是维多利亚的后代或亲戚。他相信君主之间的私人友谊可以化解国家间的矛盾。不过，一旦孩子们长大，展现出个性，维多利亚会与他们建立深厚感情，唯独对他的长子爱德华，后来的爱德华7世例外。
爱德华天性贪玩，不爱读书，难以达到父母极高的期望，母子关系长期紧张。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得知爱德华与一位爱尔兰女演员有染，冒雨前往剑桥训斥她，回温莎后感染风寒，几周后病逝。这起悲剧让维多利亚将丈夫的早逝完全归咎于长子。她写道：“我几乎不敢直视他，他杀死了我的阿尔伯特。”此后，她与爱德华的关系彻底恶化，一度拒绝见他，并禁止他参与国家事务。直到爱德华50多岁，维多利亚生命最后几年，母子关系才有所缓和，但裂痕从未真正愈合。相比之下，他对其他温顺的子女则疼爱有加。这种复杂的母亲心态让他在欧洲祖母的光环下，始终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苦涩。让欧洲祖母这个称号更加名副其实的，还有另一条重要的血缘纽带，它并非直接来自维多利亚的子宫，却同样编织在这张庞大的王室网络中。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都来自丹麦王室。尼古拉二世的母亲是丹麦公主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乔治五世的母亲是亚历山德拉王后，两人同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9世的女儿。因此，这两位君主站在一起时，如同孪生兄弟一般，长相极为相似。而乔治五世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孙子，他是爱德华7世的次子，因长子阿尔伯特·维克托早逝而意外继承王位。所以，尼古拉二世不仅是维多利亚的外孙女婿，同时也是维多利亚孙子的表兄弟。再加上德皇威廉二世是维多利亚的外孙，整个欧洲最有权势的王冠几乎都戴在维多利亚的子孙和他们的近亲头上，这正是他被称为欧洲祖母的真正原因。第三站，血友病的诅咒，维多利亚的德意志血统与基因突变。在深入讨论维多利亚的血友病之前，我们先要回答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维多利亚女王有德意志血统吗？答案是肯定的。维多利亚的父亲肯特公爵是纯正的英国王室血统，但他的母亲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的维多利亚公主是德意志人。他的外祖父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外祖母是罗伊斯埃伯斯多夫伯爵小姐。因此，维多利亚本人拥有一半德意志血统。她从小就能说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文化有深厚感情。她嫁给阿尔伯特后，德语更成为家庭内部常用语言。英国人为此甚至有时私下调侃她是德国女王。但正是这种德意志血统，让她与欧洲大陆的王室有了天然的血缘纽带。那么，维多利亚为什么会有血友病？血友病是一种 X 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患者凝血功能严重缺陷，任何小磕碰都可能致命。因为男性只有一个 X 染色体，一旦携带突变就会发病；女性有2个 X， 除非双重突变，否则一般只是无症状携带者。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基因很可能是自发突变的结果，而非遗传自父母，因为她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没有血友病史。研究推测，突变很可能发生在女王母亲的卵子形成过程中，使女王成为血友病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这意味着一场纯粹的生物学意外，却通过她的婚姻和子女被播撒到了整个欧洲王室。维多利亚至少将血友病基因传给了她的幼子利奥波德王子、患者，以及爱丽丝公主和比阿特丽斯公主无症状携带者。通过这2位公主的婚姻，血友病基因被带到了俄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基因库中。拉斯普京的致命登天梯，一个游医如何通过血友病控制沙皇俄国。俄国皇太子阿列克谢是其中最著名的悲剧。爱丽丝公主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嫁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她将血友病基因传给了皇太子阿列克谢。沙皇夫妇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用尽一切办法为阿列克谢续命。这时，神棍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登场了。这个出生于西伯利亚的流浪汉靠冒充神父给人治病骗钱为生。他进入皇室的渠道也颇有传奇色彩。据说他先治好了某贵族的一条宠物狗，名声从此在贵族圈传开。更有史料揭示，他曾贿赂太子的仆人，在饮食中下药，让皇太子病情加重，然后他出现后停止下药，造成神迹。他还曾命人在吊灯链子上锯开一个口子，几天后吊灯掉落，他提前预言了这一劫难，从此被沙皇一家奉为圣人。拉斯普京由此获得了对皇室的影响力，干涉官员任命，左右沙皇决策，甚至在战争期间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担任俄军总司令，导致军事灾难。1916年，贵族尤苏波夫设计将他刺杀，不过正如拉斯普京生前所预言，罗曼诺夫王朝在他死后3个月崩溃。血友病虽然不是沙皇制度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它成为了拉斯普京登上权力阶梯的关键台阶，间接加速了俄国王朝的崩溃。比阿特丽斯公主的女儿维多利亚·尤金尼亚嫁给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13世，他们的2个儿子都遗传了血友病，2位王子因内出血早逝，直接影响了西班牙王室的继承。一支血友病基因通过祖母的馈赠，成了摧毁欧洲3个王朝俄国、西班牙、普鲁士部分支系的隐形杀手。第4战，德国为什么会仇视英国？从拿破仑战友到世界对手，很多人会问，德国和英国不是一起打败了拿破仑吗？为什么到了20世纪初，2国反而成了死对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走进19世纪中后期欧洲权力格局的巨变。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前身和英国确实是联手战胜拿破仑的盟友。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中等强国，主要精力放在整合德意志地区，与英国没有全球性的利益冲突。但是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完成德意志统一，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一个新的统一的工业实力迅猛增长的德国出现在欧洲中央。这个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最庞大的钢铁产量和最雄心勃勃的皇帝威廉2世。他推翻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要求为德国争取阳光下的地盘。于是英德矛盾开始全面爆发。首先是海军竞赛，英国皇家海军是英国全球霸权的基石。英国执行2强标准，皇家海军的实力必须等同于全球排名第2和第3位的海军总和。但威廉2世和他的海军大臣蒂尔皮茨决心挑战这一标准。1898年和1900年，德国国会通过海军法，开始大规模建造无畏舰。到1914年，德国拥有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2大海军舰队。英国视此为直接威胁，2国陷入疯狂造舰竞赛。一位英国海军将领警告，德国舰队的存在就是为了在某一天与英国舰队决战。其次是殖民地争夺。当德国统一时，地球上的殖民地已被英、法、西、普等国瓜分殆尽。德国要求重新分配，在非洲、太平洋和中国、胶州湾抢夺殖民地，直接冲击英国的殖民利益。虽然德国最终只拿到了相对贫瘠的剩余土地，但这种迟到者的愤怒使德英关系持续恶化。第3是经济竞争。19世纪末，德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1。德国商品在全球市场挤占英国份额，从钢铁、化工到电气产品，英国人发现德国制造不再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而是强大竞争对手的标志。至于共同对抗拿破仑的记忆，到19世纪末早已被2-3代人遗忘。更何况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经历了一系列巨变：1848年革命、意大利统一、德意志统一、普法战争，每一次都重塑了国家关系和民族情感。到20世纪初，德英之间既没有共同的敌人，也没有共同的目标，只有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曾经并肩作战的友谊已经被军备竞赛和殖民争夺彻底淹没。第5战，千年宿敌英法为何结盟？德法仇恨与共同威胁。如果说德英矛盾是新兴强国挑战老牌霸主，那么英法关系则是一段千年宿敌的戏剧性和解。从1337年到1453年的100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再到非洲殖民地的激烈争夺，英法之间累积了数百年的敌意。但到了20世纪初，2国却站到了同一战壕里。这其中的关键还是因为德国的崛起。法国最大的心结发生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之后，法军被普鲁士痛击到连拿破仑3世都在色当被活捉成为俘虏，不但要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支付50亿法郎作为战争赔款。这一系列的失败除压垮了法国经济，还摧毁了法国人作为曾经欧洲霸主的尊严。德国成为欧洲第1强国的优势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法国人心中燃烧着复仇之火，发誓要励精图治夺回失地，但仅凭法国一国之力根本无法对抗德意志帝国。于是法国外交的轴心就是寻找一个足够强大的盟友。首先是俄国，法国向俄国提供巨额贷款和军火，于1894年缔结了法俄同盟。但法国还需要拉住英国这个曾经的宿敌。英国最初并不想与法国结盟，英国长期奉行光荣孤立政策，认为只要保持海军优势就可以远离欧洲大陆的纠缠。不过德国建造大舰队的行为打破了英国的算盘，同时德国在非洲和中东的扩张威胁到了英国的战略利益。
英国逐渐意识到放任德国做大不符合自己的利益。1904年，英法签署了制城协定。这份协定最初并没有军事条款，只是解决了双方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保护权。但这份协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转折，从敌对走向谅解。此后，两国军官开始非正式接触，讨论一旦对德开战的协同作战计划。1905年和1911年的2次摩洛哥危机，德国试图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反而促使英法关系更加紧密。到一战爆发时，英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千年的仇恨被共同的威胁所覆盖。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冷酷逻辑，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是否真的发生了逻辑上的根本改变？第6战，俄国为什么支持塞尔维亚？泛斯拉夫主义与巴尔干火药桶。俄国的角色是整个一战链条中最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环节。没有俄国的介入，奥匈对塞尔维亚的惩罚战争可能只是一场局部冲突，永远不会升级为世界大战。那么，俄国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一个小小的塞尔维亚？答案藏在泛斯拉夫主义和巴尔干地缘政治之中。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等纷纷摆脱奥斯曼统治，建立独立国家。俄国将自己塑造成斯拉夫民族的保护者和东正教的捍卫者。这种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帝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沙皇政府也乐于利用它来扩张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塞尔维亚更是俄国在巴尔干最重要的小弟。两国同属东正教斯拉夫民族，有着密切的文化和宗教联系。俄国在塞尔维亚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而塞尔维亚则依靠俄国的支持来对抗奥匈帝国。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愤怒至极，但俄国因日俄战争惨败而无力出手。这次波斯尼亚危机让塞尔维亚刻骨铭心，也让俄国深感耻辱。1912年至1913年的2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领土翻倍，民族自信心高涨，成为奥匈帝国眼中的眼中钉。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多次主张对塞尔维亚发动预防性战争，塞尔维亚则大力支持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民族独立运动，包括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1914年6月28日，正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奥匈帝国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塞尔维亚问题，但为了避免俄国干预，他们先向德国寻求支持。德国给奥匈开出了空头支票，无条件支持。奥匈于是向塞尔维亚发出了苛刻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几乎全部接受，只对其中一条表示可以讨论。但奥匈仍然在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别无选择。如果俄国再次抛弃塞尔维亚，他在巴尔干的所有影响力将化为乌有，泛斯拉夫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也会崩塌。沙皇尼古拉二世虽然犹豫，但在军方和舆论的压力下，下令部分动员，随后升级为总动员。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俄国不理。德国于8月1日对俄宣战。这就是俄国支持塞尔维亚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热爱塞尔维亚人，而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为一个小国撑腰，从而引爆了欧洲的军事同盟体系。第7战，从萨拉热窝到全面战争，一张昏床编织的死亡之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1个月内，欧洲的同盟体系自动激活，像一台精密但冷酷的机器，将各国拖入战争。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开始总动员，德国向俄国宣战，同时按施里芬计划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英国以比利时中立被破坏为由对德宣战。在这场机械般的动员过程中，3位君主维多利亚的外孙威廉二世、外孙女婿尼古拉二世、外孙乔治五世有过最后的私人通信。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在战争爆发前进行过一系列著名的威利尼基电报，这些电报总共75封，从1894年起跨越20年，大部分由威廉主动发出，内容从政治事务到家庭琐事无所不包。1914年7月29日至8月1日间的10封电报，成为他们之间最后一次试图叫停战争的私人对话。第一封电报发自凌晨1点，尼古拉二世恳求威廉要竭尽所能为你的朋友带来和平。他在电文中写道：我可以预见
我将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被迫采取势必要引发战争的极端行动。威廉则回复说，他在试图劝阻奥匈帝国的强硬立场，但第二天又警告尼古拉说，如果俄国继续动员，整个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边境都将受到威胁，我将不得不下令总动员。我希望我们能设法维护和平。你的朋友威利。电报中的语气始终亲切有加，两人互称亲爱的尼基和亲爱的威利，说着他们共同的第二语言英语。不过字里行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停止动员，俄国置之不理。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威廉二世在最后时刻发出一封绝望的电报给尼古拉二世，恳求他调动军队走出这场冲突，但停在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尼古拉二世在回电中说，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已经被逼到墙角。到8月4日，英国正式对德宣战。乔治五世在日记中写道，我亲爱的表弟威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第8战，血脉的终局，乔治五世为何抛弃表兄弟？1917年，英国反德情绪高涨，迫于压力，为了保住英国的君主制度，乔治五世不得不切断与德国的一切联系。他下令王室放弃萨克森科堡哥达这个德国姓氏，改为温莎，这个名字取自温莎城堡，并强迫英国王室成员与德国亲属划清界限。威廉二世得知后讽刺道，我原以为乔治会有点骨气，作为男人，为了自保居然把自己祖宗的姓氏都抛弃了，但乔治必须优先考虑英国民众的情感。同年，俄国爆发2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沙皇一家人失去了王位，沦为临时政府的囚犯。英国政府最初表达了愿意提供政治避难和庇护的意愿，但乔治五世很快反悔。据历史学家披露，英国政府曾计划通过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秘密营救尼古拉二世一家，但仅仅3个月后，乔治五世就撤回了避难邀请。到底是什么让乔治五世最终抛弃了自己的亲表兄弟？历史学家挖掘出的幕后故事揭示出2个字：民意。英国皇室传记作者西奥·阿伦森解释道，乔治五世意识到沙皇是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暴君，而且此时对于一位立宪制君主而言，不论关系如何密切，都不能向一位暴君伸出友谊之手。英国政府担心接纳沙皇家族会引发国内像俄国一样的工人起义，威胁到乔治五世自己的王位。不过，乔治五世的内心并不像表面那般冷酷。他的孙子，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堂弟迈克尔亲王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透露，尽管英国拒绝了沙皇的避难请求，乔治五世仍然希望能够营救他的亲戚，他们关系非常亲密。沙皇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控制起来后，白军统帅高尔察克曾猛攻叶卡捷琳堡，试图救出沙皇一家，但终究功亏一篑。血亲乔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抛弃了血亲尼基。尼古拉一家被布尔什维克囚禁。1918年7月17日，他们全家老小，连同有孩子在内，被残暴的全部枪决。这是欧洲王室家族中最为悲惨的结局。维多利亚女王的3个君主后代，2个威廉和乔治勉强活了下来，一个尼古拉死于革命。这标志着那张血缘织就的遍布欧洲大陆的大网，在枪炮面前被撕得粉碎。终点站，祖母的太阳沉入了血海。当第1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时，维多利亚女王已经去世13年。即使她活着，她也无法阻挡这一世界历史上的悲剧的诞生，而她只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手编织的欧洲王室网如何崩塌。她的长女维基的儿子威廉二世成为了德国战争机器的总指挥，他的次子爱德华7世的儿子乔治5世领导大英帝国对抗德国。他的次女爱丽丝的外孙女亚历山德拉皇后在战争中饱受折磨，最终全家死于革命者无情的子弹。维多利亚用婚姻和基因试图打造的和平血缘网，最终变成了战争铁血网。他的后代在战壕对面互相开枪，欧洲大地变成了人间炼狱，到处是战场和相互厮杀的人群。而血友病则继续在俄国和西班牙的王室中制造悲剧。我们今天研究这段惨痛的历史，它给我们的教训是：血缘可以维系家族，但无法战胜国家利益、民族主义和工业化的战争机器。君主制度在19世纪已是铁笼里的金丝雀，华美却没有实权。他们的私人感情无法阻止参谋部地图上的箭头。德法之间因阿尔萨斯、洛林结下的100年世仇，英德之间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全球竞争，
俄奥之间在巴尔干的角力，泛斯拉夫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这些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不是几个国王之间的表兄弟关系可以化解的。如今，维多利亚的后代仍然坐在英国、瑞典、挪威、西班牙等国的宝座上，但他们再也不会尝试用婚姻来统治欧洲了。20世纪已经用2次世界大战告诉他们，真正的主权属于人民，不属于血脉。感谢您跟随我走完这段从婚床到战场的旅程。如果您对这种跨维度的历史解读感兴趣，欢迎点赞、订阅、分享。以血脉为鉴，可以知亲疏；以历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是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